离婚3年后，再看赵丽颖与冯绍峰现状，才知道他们注定不是一家人。从官宣领证到火速生子，赵丽颖和冯绍峰的粉丝们还没反应过来，他们又迅速离婚了。一时间，他们的名字占据了各大媒体热搜，大家也对他们的离婚原因展开了激烈的讨论。如今两人离婚已经3年多了，再看看二人的际遇，这才明白离婚是他们最好的选择。赵丽颖出生在河北廊坊的一个普通家庭，没有背景的她只能靠自己改变自己以及父母和后代的命运，所以她能走到娱乐圈1线女星的地位，可想而知背后付出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努力。对于赵丽颖来说，如果结婚之后选择当家庭主妇，那也就意味着这些年的拼搏奋斗全都会付诸东流，等待着她的就是将自己的全部价值都依托于伴侣身上。很显然，她并不愿意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。相比较之下，冯绍峰一出生就享受着荣华富贵，他不需要努力奋斗就可以继承家里的巨额财产。这样的搭配可能在冥冥之中就注定了他们的婚姻会出现问题。正所谓出生不同，选择不同，对未来的人生态度也不同。就如老人们常说的，婚姻需要门当户对。或许会有人说，赵丽颖通过自己多年来的努力，已经成了身家上亿的小富婆，配冯绍峰绰绰有余。但当你了解过冯绍峰的家境后，就会发现赵丽颖大半辈子的努力其实只是人家的起点而已。那么冯绍峰的家族实力究竟有多么雄厚呢？据了解，冯绍峰的父亲是上海有名的纺织业大佬，旗下产业遍布中国1、2线城市。冯绍峰作为家中独子，那真的是备受宠爱，家里的长辈们都对他有求必应，尤其是他的母亲，对他更是捧在手里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冯绍峰刚出道时就开着价值不菲的奥迪车，住着400多万的豪宅，即使他本人解释，我的家境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夸张，但明眼人都能看出他的家境远超普通人。这也让他从进入演艺圈开始就成了富家公子少爷专业户。相反，赵丽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姑娘，她在地里干农活割麦子的时候，冯绍峰被捧在手心，上着各种兴趣班。她在上中专的时候，冯绍峰被保送到了上海戏剧学院。她在上班打工赚钱的时候，冯绍峰已经成了影视剧中备受欢迎的男主角。他好不容易进入演艺圈，获得了出镜机会，冯绍峰却只当这是个爱好，作为配角的他好像永远只能仰望。所谓的门当户对，绝对不仅仅是经济层面上的意思，而且不难看出，两个人之间所差的也不仅仅是财富。阶层无疑是他们一生都无法跨越的一个鸿沟。有些人付出了大半辈子的努力才到罗马，而有些人一出生就在罗马。对外公布的时候，两人表示他们聚少离多，造成感情变淡。我相信这会是他们婚姻变质的一个关键因素，但最根本的还是他们在家庭、性格、处事方式和3观方面的不合。不过好就好在赵丽颖多年的付出在事业上得到了回报，她凭借《花千骨》《楚乔传》等诸多影视剧在娱乐圈站稳了脚跟，不仅收获了大批忠实粉丝，还成为了收视女王，这才使得她从婚姻中仓皇退场之后显得不疾不徐，不慌不忙。由此可见，财富这种东西还是自己靠自己努力创造出来的，更为踏实可靠。那么赵丽颖成名的这一路都经历了什么呢？刚出道的赵丽颖为了获得更多的出镜机会，参加了很多面试。有一次她还没开口介绍自己，导演就直接说道：你这样的大饼脸根本当不上女主角，除非去整容，不然尽早放弃演员这一行。
在快本这档综艺上，他坦言称：“我曾被剧组人员落在了偏僻的拍摄现场，最后独自一人在石头上睡了一夜。”在拍摄新《还珠格格》这部剧时，他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表演学习，时不时会出现一些表情夸张的情况。暴脾气的导演直接当着所有人的面对赵丽颖说道：“你那嘴撅得就像头猪一样，还能不能演？”作为新人的赵丽颖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她依然毕恭毕敬地跟导演道歉。本以为这样的低三下四能够换来一丝的尊重，却没想到现实狠狠打脸。当时剧组在拍摄过程中恰好遇到了除夕夜，导演组见状给所有演员们准备了年夜饭，却唯独没有人通知赵丽颖。主角之一的五阿哥张瑞看不下去，将赵丽颖叫到了自己房间，给她做了一顿饭，这才化解了她的尴尬。录制跑男时，他明确表示自己不会水，可为了不耽误大家，还是硬着头皮参加了水上游戏。没想到在玩的过程中，他被不小心推下了水，苦苦挣扎半天都没有被其他成员发现，差点命丧当场。好在最后一旁的工作人员将他救起，这才化解了危机。之后这件事变成了赵丽颖心中的一个阴影。在拍《宫锁沉香》时，赵丽颖和朱子骁有一场大尺度的亲密戏份。按理来说，导演组应该进行清场，只留下2个演员和个别的工作人员。可直到这场戏份拍摄完成，导演组都没有要求无关人员离场。赵丽颖去找导演理论，导演还没好气地跟她说：“刚刚拍摄太投入，忘记清场了。”无奈之下，赵丽颖只能作罢。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心酸的经历，赵丽颖才暗暗发誓，自己一定要争口气，让这些小瞧自己的人悔不当初。于是，在之后的拍摄过程中，所有的一切她都自己亲力亲为，即使拍摄一些动作难度比较大的戏份，她也坚决不用替身。有一次，拍摄一场骑马中剑的戏份，摩尔忽然受惊失控，导致赵丽颖被狠狠摔在了地上。为了不耽误工作人员的进度，她忍着剧痛把戏拍完，导致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。自此之后，留下了永久腰伤。当时医生建议她卧床休息，但被赵丽颖一口拒绝，只简单休息了几天，就立马投入了高强度的工作当中。考虑到职业的特殊性，她专门在背后弄了一个刺青来遮盖腰上的伤痕，却遭到了不少黑粉的攻击。拍摄《楚乔传》时，她一次次挑战自己的极限，在沙漠里被无数次的生拉硬扯，膝盖破皮流血也依然亲自上阵。有粉丝爆料，赵丽颖为了拍戏，忙的时候1年365天都泡在剧组。从她穿戏服领奖那次，不难看出赵丽颖是真的热爱演员这一职业，怪不得会被大家称为拼命三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你是赵丽颖，会在事业的巅峰期放弃自己的事业，回归家庭当金丝雀吗？显然并不会。但冯绍峰的家里并不需要一个事业型女强人，2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，感情也难免生变。如今距离2人离婚已经过去了1年之久，2人的现状各自如何呢？离婚后的赵丽颖发展的顺风顺水，各种资源手到擒来，先后接拍了好几部影视剧，受到了正剧市场的欢迎。相反，婚前资源不错的冯绍峰，在离婚后就再也没有什么亮眼的作品，基本上每次露面都有点不修边幅，给人的感觉非常随意，并不像是一位明星。据透露，冯绍峰目前正在横店拍摄《灼灼风流》这部影视剧，只是从目前流出的路透图来看，冯绍峰的形象着实有些为难观众的眼睛。这张照片的画面虽然不太高清，但也能看出冯绍峰的憔悴，尤其是和富贵花景甜站在一起，对比更加明显。
那遮盖不住的黑眼圈和发福的双下巴，确实让冯绍峰沧桑了不少。平心而论，他的演技还算不错，五官也很是俊朗，但如今发福的身材让他的颜值大打折扣，很难与景甜产生 CP 感。很多网友见状，纷纷评价，就算不靠颜值发展，必要的身材管理还是要做啊。好在他们主演的这部剧，男主的人设是一个背负国仇家恨的战神大将军，冯绍峰硬朗且英气十足的形象倒是十分符合。说不定等正式播出的时候，会带给观众们一个惊喜。另一边，赵丽颖自从离婚后，就一心扑倒了事业上，还凭借着《谁是凶手》《幸福到万家》等作品，成功突破事业瓶颈，收获了不少称赞。想当初，她刚刚生完孩子不久，就参演了《有匪》，剧中的疲态清晰可见，让无数观众朋友们为之担心。好在这2年，她渐渐找回了自己的节奏，状态也在慢慢变好。只不过，经历了婚姻、生孩子这2大关的赵丽颖，气质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。原本甜美可爱的她，现在褪去了青涩，御姐范十足，眼里也多了份为母则刚的坚韧，整个人都成熟了不少。据说她主演的《野蛮生长》即将播出，从片花就可以看出这部剧质感满满。如今与凤航也在横店热拍，从剧照中可以看出，女主的人设是霸气女强人款，倒是很符合赵丽颖目前的形象气质。相信这2部剧播出后，赵丽颖会再次带给观众们惊喜，就是不知她与冯绍峰同处横店，会不会在拍戏空余的时间私下见面。2022年9月初，还有媒体拍到了2人同框的画面，也不知他们是因为工作，还是因为孩子才相聚。不少粉丝喊话，希望2人能复合，但事情最后的走向，我们谁也说不准。这几年，娱乐圈有不少恩爱夫妻都走向了离婚。婚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，除了2个人的感情之外，要考虑的东西还有很多，比如家庭、经济、工作等多方面的因素。这也是为什么老人们常说，婚姻要门当户对。很多网友直言，自己已经不再相信爱情，甚至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开始恐惧婚姻。但其实，婚姻并没有那么可怕，只要夫妻2个人用心维持，日子总不会差。当然，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我们旁人无从干涉。既然选择进入了婚姻，那就要学会享受平淡，杜绝外面的诱惑。这里不是说要让大家一定要隐忍，如果真的解决不了矛盾，那离婚这步路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虽然我们不能了解到赵丽颖和冯绍峰真正的离婚原因是什么，但从他们离婚后的发展和状态来看，女生不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失了自己的事业。因为钱是一个人自信的来源，有了足够的资金，也就有了足够的底气。这个时候，由内而外散发的那种气质非常吸引人。粉丝们看到赵丽颖现在的发展和状态，也由衷的为她感到开心，只是希望他们能在闲暇之余多陪伴孩子，毕竟夫妻2人的错，不能让孩子来承担。不知对此你怎么看？你认为他们会为了孩子复婚吗？